们这个单元呢要讲的是 TensorFlow 的框架核心与功能介绍哦。那我们在实际上开始进行 TensorFlow 的这个框架核心介绍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还有哪些人工智慧与深度学习的框架。好，那 TensorFlow 当时呢，它推出的时间大概是在2015年啊，在那一个时间的前后，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深度学习框架同时被推出。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啊，就是卡费啊。卡费呢，它是在2014年哦，由这个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电脑视觉实验室所发展的。那当时呢，它是有一位这个博士生，他在做这个有关图像分类的任务的时候，发展出了这个卷积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框架。那因为呢，它的这个运用的这个使用的效果还不错，所以他有把它放在网络上，让大家下去做这个实验。那后来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工具真的是不错所以当时啊，只要有去做这个图像分类的或者是去做影像处理的，通常都会去使用看看这个卡费 1.0 的版本。好，那因为这个东西真的不错所以它后来就逐渐发展到 2.0。2.0 是在哪里发展的？ 2.0 它是在 Meta 公司就是我们之前所称的这个 Facebook。在 Facebook 上面呢，有非常多的这个图像那如何下去做这个图像的这个分类跟处理的话，他们就是采用这个卡费 2.0。卡费 2.0 跟 1.0 如果用比较简单的方式下去讲的话，它最大的差别是在 2.0 是针对大规模图像或是工业领域上面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图像下去做分析跟处理。好，那现在的 2.0 呢，基本上应该又并回去原本的卡费啦，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看这个卡费的营运团队呢，现在也有一个新的这个团队名称卡费之后呢我们就有 TensorFlow这个推出TensorFlow 呢，当时推出 1.0 的，由 Google 下去做这个提供的。好，那因为呢它是提供的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处理的方式它的功能呢可以运用于各种深度学习的任务。因为这个东西是由 Google 所推出的嘛所以它就受到大量开发者社群的这些支持。那同时呢，这个 TensorFlow 官方也提供比较丰富的这个资源跟教学材料那除了在 Google 的这个文件上面，你在其他地方例如说你像是你在 GitHub 上面或者在其他有一些人分享的这个 Google Colab 的这个文件上面都可以看到或者找到这个有关 TensorFlow 的运用以及教学。好，那在这边要提一下啦，当时的 TensorFlow 呢，它 1.0 所设计出来的，它是根据开发者他所认知到的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些程式应该怎么下去做建构，跟我们在教科书上面学到的这个深度学习的框架这个类神经网络怎么样去建构那些神经元的那些概念，像我们之前课程有没有去讲到我们会有这个输入端，会有输出端，然后去决定多少个隐藏层，然后呢里面的这个神经元跟权重呢如何下去做这个安排，以及呢它里面怎么去做最佳化，或者怎么样去做这个损失函数的计算。这个部分呢跟在 TensorFlow 里面它自己有自成一套的规则你必须要去学会这个 TensorFlow 怎么去操纵这些东西你才有办法把你的这个深度学习框架把它建构出来才有办法下去做训练。当然了，这个不是只有 TensorFlow 做这件事，当时例如说像微软它当时推出来的框架叫做 CNTK。 好，那通常在这个情况下就一定会有人问说这一个深度学习的解决方案到底是使用 TensorFlow 这个效果比较好还是用其他这个类神经网络框架这个训练出来的这个效果比较好同样的问题啦，不是在我们这个深度学习框架里面会遇到，我们在其他地方，例如说程式语言像早期我们学程式语言的话，可能会有人使用这个什么 C#.NET 那有一派的人可能是使用 VB.NET。 好，这时候就会有人问那你同一套程式嘛同一套功能软体到底是使用 C#.NET 所设计出来的这个应用程式跑起来这个 performance 这个效能比较好，还是你用 VB.NET 所设计出来这个程式跑起来的效能界面一样，功能一样只是程式码写的不一样。这个问题它基本上有标准答案在这边的话，因为这跟我们现在目前课程没关系我就先留着除非有学员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我们再来去跟大家去做解答好，在 TensorFlow 这个地方呢，深度学习到底是要用这个 A 框架跑出来效果比较好，还是用 B 框架跑出来效果比较好？当时的问题是什么？当时的问题是你使用 A 框架，你就必须要学会 A 框架怎么样去建构它的这个类神经网络模型。如果你使用 B 框架，你就必须要去学会如何使用 B 框架的类神经网络模型的建构方式。所以呢，如果有人问你说到底是哪个框架比较好用，这通常很难回答因为你如果要用这个 A 方案的话，你就必须要学会 A 方案怎么去使用如果你要去用 B 方案的话，就必须学 B 方案怎么使用。当时呢同一个时间大概有4到5个框架可以任君挑选这时候你问题就有点头大了第一个是
它的学习曲线呢，在当时稍微有点高就是说它的学习曲线非常长非常长那你一套这个方法学完之后呢，你要去学另外一套，基本上就会稍微有点疲惫啦，有点疲累好，所以呢，通常在学习之前呢，就会下去这个先去研究哪一个深度学习的框架比较好用或是我应该要选用哪一种深度学习框架这个问题呢，在我们这个程式语言设计里面也是一样的例如说，现在我们程式语言有什么这个 Go-Long 啦有这个 Python 啦或者是你写网页呢，可能有看到什么 JavaScript 啦然后呢，这个如果说是这个 C 家族的话，就有 C 语言 C 加加C Sharp 这时候就会有人问说我现在这是一个初学者我要学什么样的程式语言可能对自己比较好那其实我们这个也有一些特定的标准答案我们会根据你实际上的需求去回答你这个问题好，那如果说啦，你只是想要去了解哪个程式设计选用哪一种程式比较好的话，我们的目前的答案是目前最多人使用的那个程式语言可能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呢，如果你在程式设计的过程中你遇到了问题的话不是只有你遇到其他人都会遇到。所以呢，这些问题呢，在这个开发者社群的这个讨论区上面呢，一定都有人问。只要有人问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上去找如果即使没找到你遇到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新的问题的话，那没有关系，因为用这个语言的人很多这个有一些这个专家或者是一些进阶开发者，他就有办法去回答你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课程里面选择是 TensorFlow 啦？就是因为 TensorFlow 它的资源本身比较多所以呢，如果说你要去做一些这个框架的选用的话，除非你有被限定或者说因为你所在的那个环境它可能是使用某一个系列或者使用某个家族你当然就必须要下去做配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会找哪个资源比较多我像目前看到就是 TensorFlow 的资源比较多，所以我们会采用 TensorFlow。好，我们回到我们原本的问题啦就是如果有 A 方案的框架，有 B 方案的框架，有 C 方案的框架，应该要怎么样去做？要怎么样下去做测试如果说是在测试这个阶段那就变成说你每一个都得学一次学完之后呢，把这个程式码建构出来，建构完之后呢，才开始下去然后做训练，训练完之后呢，你才有办法开始实际上下去做比较嘛。那这样子会不会让人家抓狂确实确实会抓狂。有没有人抓狂？确实也有人抓狂。所以呢那个抓狂最后受不了那个工程师他跳出来做什么事情？他做了一个简单易用的 API 可以让开发者快速轻松的建构深度学习的模型这个就叫 Keras 那你会发现他们都在同一个时间，都在2015年同时诞生因为当时出现的框架实在是太多了这个同时要学这么多东西学习曲线又那么长这个没有人受得了了好，那 Keras 是怎么样？它什么叫做轻松建立深度学习模型？这个深度学习模型呢，基本上就跟我们在教科书上面看到那个深度学习的模型是一样的，它是以 sequential 的方式去建立。所谓的 sequential 就是你可以决定你的输入层，决定你的隐藏层然后再决定你的这个输出层当你的模型的 sequential 建构起来之后呢，剩下它都帮你处理好了。这个里面的神经元呢要怎么去做调整然后呢它里面的权重要怎么去做安排Keras 都帮你准备好不只是前面初步的部分，后面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可以决定你要使用哪一个方案下去做执行。也就是说，你前面只要把你的这个深度学习模型设计好之后，后面呢你就可以使用例如说你用 TensorFlow 下去跑或者是你可以用 PyTorch 下去跑它支援的这个其他深度这个学习的框架就非常多了好，就是说你只要把 Keras 学好，你就可以让 Keras 在不同的深度学习框架上面去跑好。其实这件事情这个 TensorFlow 自己也有注意到，所以在 TensorFlow 的 2.0 的版本呢，它就直接把 Keras 直接纳到它的这个函式库里面了你在 TensorFlow 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 Keras 的 API， 就可以直接下去做使用了。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是因为这个 Keras 后来是因为它是这样子啦所以变成说很多人都直接去学这 Keras 怎么样去使用，因为他不用去学后面的那一套框架怎么样下去做调用也是因为这样子，后来那个 TensorFlow 就直接把 Keras 给纳进来好。那其他的啦，例如说像这个 AnswerNet 它的特色就是它支援多种程式语言因为其实我们在写这个程式我们现在目前大部分大家看到都是拿 Python 下去写如果你需要用其他的程式语言下去写例如说你可能要用 C++ 下去写用 Java 下去写或者使用 R 语言下去写的话，这个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它就会选用这个 AnswerNet 下去做这件事情了。好，那这边要提一下啦。TensorFlow 呢，它并不是说它是，虽然我们程式是用 Python 下去写不代表它核心就是 Python TensorFlow 它核心基本上还是 C 家族的它应该是用 C 语言或者 C++ 下去做建构的。只是呢，
它把 Python 的这个界面开出来，让我们用 Python 可以去呼叫 TensorFlow 哦，并不是 TensorFlow 它本身就是 Python 这边要特别去做注意哈。好，那它目前呢，这个 JavaScript 的版本它也有开出来啊，它界面也有开出来，所以呢，你就可以在网页上面使用 JavaScript 去呼叫 TensorFlow，这个是目前在网页上是能做到这件事情的哈。好，那 AnswerNet 它基本上它就是具备这个高效性哦，以及可拓展性哈。那高效性呢，指的是说它采用一些比较高效率的这个计算图。好，在可拓展性呢，是指说它可以去部署在各种不同的应用平台啦。所以如果你考虑到你的这个模型训练完之后，它要去做到跨平台运用的话，AnswerNet 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我们目前呢，我们还是用 TensorFlow 哈，因为 TensorFlow 只要你能在这个 Python 的环境里面哦，它能下去做执行的话，它通常都可以跑得起来。那在跨平台的部分呢，通常我们会采用这个浏览器，在浏览器上面去做跨平台，所以呢，它就会直接去使用这个 JavaScript 直接在上面跑。好。那另外一个呢框架是 YOLO 它也是在2015年啊 ，YOLO 它算是如果说你是在做这个影像这个运用的部分呢，影像识别的部分呢，通常你一定会接触到 YOLO 哈。YOLO 它是一种物件侦测演算法，它具备速度快、准确性高，而且易于部署啊，它的知名度可能超越咖啡了哈。好，那它比较常运用在什么行人侦测、车辆侦测、人脸辨识、物品识别、动作侦测啊。这里面呢，我们少写一样东西，故意没有写上去啊，就是车牌辨识。好，这个啊，就是因为 YOLO 出来之后呢，在车牌辨识，我们以前的车牌辨识并不是YOLO 出现之后，或是深度学出现才有的哈。车牌辨识呢，基本上它是属于哪一个领域？它是属于 OCR 光学这个影像识别的部分。好，那 OCR 也好啦，或者是说我们透过数学公式去把这个车牌辨识去做出来，它基本上它有一个比较大的限定哦。那限定就是说，你的这个数字哦，你这个英文字哦的体力必须要是这个相等的啊，相同的。如果说你是像那个手写数字的这个资料集啊，那每个写出来的数字都长得不太一样啊，在数学公式的这个运算上面，它就很难有办法去很准确的去识别出说，它的那个数字或是那个文字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件事情只能靠什么？只能靠深度学习或是人工智慧的这个框架来下去做这件事情。那 YOLO 呢？因为它这个图片进去之后，它反应速度非常快啊，这个结果立刻就出来了。那个不是单纯出来，而且它准确度也非常高。准确度很高之外，它又可以很容易的放在不同地方下去做部署啊。所以呢，这个 YOLO 啦，这个当时被推出的时候，比较知名应该是从第三代因为第三代应该第三代在台湾基本上它就是它的曝光率比较高了哈，所以就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像目前在看这支影片的话，它可能进到第7代跟第8代了哦。好，这边要特别要去提的就是 YOLO 它不那个每一个代数，并不是说最新就是最好哦，那应该说它每一个代数它里面所这个特别擅长的这个功能都会有些许的不太一样。所以呢，当你如果要去采用 YOLO 去做某些特定的，例如说物品识别的话，你可能要去看一下历届的这个 YOLO 对于物品识别哪一个版本是最擅长的哪一个版本下去就是最擅长，这时候你再去选用再让它下去做训练。好，那再来是 PyTorch 那 PyTorch 呢，它是使用动态计算图进行模型的训练那它可以更灵活的去做控制动态计算图它的概念呢，跟我们其他目前讲的这深度学习框架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这个深度学习框架基本上它是基于类神经网络嘛，类神经网络的那一个图你把它建构下来之后那个就是计算图。好，那个计算图被定义下来之后，那个模型除非真的不是很 OK， 我们才会去改那个模型可是呢，这个模型被定义下来之后，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个我们的资料训练包含从资料集的输入然后到选用这个损失函数到选用最佳化方法然后包含那个权重训练方式基本上我们都在上面去做调控。如果我们希望去对这个类神经网络的这个架构下去做调整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谁能做这件事情？PyTorch它能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它本身它的设计是属于动态计算图的方式下去做模型训练那目前 PyTorch它也是广泛运用于这个学术研究跟实验上面好，那我这边有一张快速的这个框架比较图如果说你需要去
做某些特定的运用的话，你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这个表格后面的这个运用。例如说卡费呢，它的是专门做这个图像分类，去做物件检测以及做即时运用。那跟影像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的 YOLO，YOLO 它基本上也是物件检测跟即时运用。那它本身所使用的语言呢是 C 语言这个语言我们有列在上面那我们现在目前会使用的就是 TensorFlow，TensorFlow 它的特色就是它是开放原始码的具备跨平台能力这个具备有灵活性，然后开发团队呢基本上由 Google 大脑所发展的。然后目前的语言呢就是使用这个 Python 以及 C++。那它用途呢，基本上就是像这种图像识别啦、智能语言处理或者说自动驾驶，基本上你想得到跟人工智慧有关系的 TensorFlow 都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讲到这个地方。